大家好，我是老李。今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光圈的概念。光圈是一个用来控制光线透过镜头进入机身内感光面光亮的装置，它通常是在镜头内。表达光圈大小，我们是用 f 数值来表示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光圈的范围。在单反相机中有一个指标叫做光圈。光圈的大小可以控制进光量以及照片的虚化程度。在这张图中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光圈从 f2.8 到 f22， 最大的光圈为 f2.8， 而最小的光圈呢为 f22， 而中间的则为 f8， 我们称它为中等光圈。在这里，光圈的数值越大，表示光圈越小，这种光圈越小，景深也就越大，画面的背景就会更实。而相反的呢，光圈的数值越小，光圈也就更大，景深也就越小，画面的背景呢就会更虚。从景深的角度来说，这里为浅景深，而右侧为大的景深。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光圈到底有哪些作用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幅照片就是通过大光圈来进行拍摄的。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出主体非常的突出，而背后杂乱的背景被虚化掉了，这样就降低了构图的难度。用大光圈进行拍摄，就能够拍出这样比较有意境的照片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拥有一个大光圈的镜头，把相机拨到 AV 档上，然后把光圈调到最大就可以了。大光圈非常便于我们拍摄微距景物。大光圈镜头，尤其是定焦的大光圈镜头，最大的光圈值都在 f4 以下。光圈越大，景深就越浅，虚化的背景效果就越好，拍出来的照片就更具朦胧感。这幅照片也是通过大光圈进行拍摄的，主体非常的突出，主体的后面景深很浅，而前面的蜂巢若隐若现，使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生动。使用大光圈拍摄的画面中，我们仅指定焦点区域呈现清晰的效果，其余的地方都呈现出朦胧的虚化效果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小景深。大光圈适合拍摄人像、花卉等题材，能使主体清晰，而背景和其他杂物虚化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适当的运用逆光，照片的画质就会更显得柔美耐看。由于光线在物体上的反光、漏光、折射光等等，会在镜头的虚化下呈现出各种的光斑。焦距越长，光圈越大，形成的光斑就越明显。当我们在拍摄微距的时候，平淡的背景因为有了光斑，就会显得非常的夺目。这幅照片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觉效果。阴雨天气或者临近黄昏的时候，虽然还有自然光，肉眼没有什么不适应，但是光线却比较弱。用大光圈远距离拍摄，特别是手持拍照时，能够比较好的胜任拍摄任务。从画质上讲，由于通光比比较大，照片不容易欠曝，在色彩上还是比较柔和耐看的。大光圈也是拍摄人物肖像的利器，不但人物的面部表情细腻，背景的虚化也能够点到为止，比较好的体现人物的性格特质和个性。大光圈也同样便于拍摄运动的场景，运动场景中的人物和物体都处于非静止的状态，拍摄这样的照片应该是快门的时间比较短，否则就难以抓拍到动态的瞬间。大光圈可以提高快门速度，定格飞快移动的物件，将游泳运动员的瞬间捕捉下来。大光圈
从某种角度来说，大光圈固然是好，但它的缺点依然是不可忽视的。镜头的最佳画质并不是最大光圈，因为在大光圈下的画质以及锐度会比最佳光圈情况下差，也就是说主体不够锐利，也就是清晰度和细节的表现力不足。大光圈的景深较浅，虽然在拍摄主体的时候比较容易突出主题，但是也因为浅景深，有时会增加对焦难度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拍摄风景使用大光圈的话，会影响景物的清晰度。大光圈和小光圈在理论上是很容易理解的，但是对于新手来说，在不同的场景下应用，常常会手忙脚乱，不知道用大光圈好还是小光圈好。其实我们只要在摁下快门之前，先观察一下光线条件与拍摄环境，合理的设定光圈的大小，才能拍到清晰的画面，而且有效控制景深，能表现摄影师的拍摄意图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